我生于80年代的中国北京，我父母喜欢男孩子。在我出生前，我和我母亲最深的爱是用痛来连接的，是我在07年在美国上学回来那个暑假完成的一个录像，在讲述这个过程，其实都是一直嘴里在含着一个刀片。对我寄予了很高的期望。在影片的最后，然后把这个刀片从嘴里拿出来。我是马秋莎，出生在1982年的中国北京。从我出生的时候，就是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啊！那一瞬间，小的时候他没有打过我，但是他会掐我，他会掐我大腿上面的肉。在入幼儿园、入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大学，所有的这些上学的节点上，都是一个人口的高峰期，竞争就相对比较激烈。从小学到初中，从平原里4号到天桥北里4号，口语化的一段讲述。1982年到2007年那一段我学习艺术的过程，一种无形的压力在讲述这个过程的。你要忍受刀片对舌头的那种刺痛，你还要面带微笑去面对镜头。我的很多作品其实都和我的生活经历分不开关系。16年开始创作到现在，一直在延续的这个沃德兰系列的创作。这件作品它是我对我母亲那代人集体的记忆。那个时候北京是一个自行车的世界，我妈妈送我去幼儿园，到一个红绿灯的节点的时候，很多妈妈同时停下，一个儿童的视角坐在她的后面，我会看到很多妈妈的腿，所有的人整齐划一。尼龙袜这么脆弱的材料去包裹摔碎的水泥板，都是那种很厚的尼龙袜。尼龙袜后面的背景其实就是那些破损的路，都是穿过的，有很多破损的。我从妈妈的朋友、妈妈的战友、亲人那儿，他们那代人收上来的，他们并没有扔那些东西，他们一直留着，只是不穿了。比我小2岁，那件作品我对我姥爷有很多好奇心。我姥爷是1927年生人的独子，集万千宠爱于身吧。他是一个话剧演员，几乎每天都会刮自己的胡子。他应该是从1984年收集下来的，从这个剃须刀里出来的这个胡茬放在药瓶里，所以就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。2011年后来我姥爷就去世了，在一堆要扔掉的废品当中看到了装着胡茬的药瓶的时候，我突然心里很难受，我觉得不应该被丢弃，所以我就把它们捡回来了。当你把这些药瓶按年代摆起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是一个颜色的渐变，从深灰色到白色。小药瓶其实是记录了它的时间，记录它的生命。我猜它肯定是意识到了他在变老，我没法去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，因为他已经去世了。人生中有很多后悔的地方，就是当你想把一个事情搞明白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已经无处去询问了。